队长，你们快去看看吧，里边那尸体都不成人样了，全是碎块。这怎么办呢？我们还得写报告呢。什么怎么办？啊！现在你们赶快把尸块给我拼起来，确定尸源。别这么扭扭捏捏的，这还是把尸体，给你们运到解剖室。这要是在原始的案发现场，你就得和这尸体同吃同住同睡觉。就你们这样还查案子，我看呢就应该把你们关在这屋里边，好好的憋几天，锻炼锻炼。哎，小武，你俩正好，你不是学法医的吗？要不你进去看看？我是学过，可是我们研究所资源有限，之前用的都是模型。你是新来的吧？队长，忘了向您汇报了，这是刚分过来那个新同事，他姓吴。翟队长，我可以试试。哎，别紧张，把你看到的全都记下来。干嘛？就知道欺负新同事啊？你长点出息！队长，我们这也是给新同事呢一个锻炼的机会。再说人家专，哎呦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翟队长，你可以把大门的钥匙借给我吗？你要干什么？您说了，出现场要经常和尸体共处一室，有的时候还要同吃同住同睡觉，所以我想提前锻炼一下自己，到里边住几天。住几天？队长，这新来的有点意思啊。我看他能撑几天。以前学过医啊。师傅当年在承德念了4年医科，还去上海学了1年法医。后来司法鉴定研究所成立，他作为第1批研究生，又学了好几年痕检。那吴老还真是个杂家呀。是老人家什么都会。这刺刀是什么时候刺的？通过刀口和出血量分析，是刚开始行凶时刺的，伤口不深，也没碰到脏器。也就是说，下手的时候他人还活着，应该是。吴老，有什么异常吗？这刺刀几乎是平行的，非常整齐。一般情况下，第一次行凶的人会因为紧张和缺乏经验，都会特别小心。如果自身没有任何危险的话，不太会上来就乱捅一气啊。凶手想慢慢下刀，那也得有被害人的配合才行啊。汪宁当时活着，他如果反抗，那凶手完全没有机会那么从容地下这刺刀。那会不会是被人打晕了？除了刀伤和捆绑造成的擦伤，死者身上没有其他被击打的痕迹。那他为什么不反抗呢？也许他失去了意识。做过毒检吗？因为致命伤是刀伤，所以只做了常规的毒物比对，确认没有中毒或吸毒的迹象。重新检测，看死者体内是否含有镇定类的药物。好，明白。师傅，您怀疑他被下了药？这种可能性很大，要不然没法解释那么整齐的刀口。是我们太疏忽了。你说兜了这么多的圈子，居然忘记了下药昏迷这个情况。程马阳除了脚踝有点擦伤，腿脚没有任何的问题，和我们推断出的凶手特征完全不相符。我看着马阳那双鞋子，鞋底都是正常的运动磨损，看得出
使用频率很高，有的纹路已经被磨平了，但现场出现的那双鞋印，纹路很完整，更像是新买的。就鞋的款式一样，鞋码也一样，又刚好和陈淑萍他们夫妻有仇，这是不是太巧了点儿？不巧，就不会是完美的替罪羊了。凶手故意要陷害他。这个案子越来越复杂，看样子啊，咱们得多待些日子了。师傅，我再给您冲一杯吧。不喝了，再喝，这胃里没地方装肉了。哎呀，吴老，您是真能吃肉，吃肉有劲儿啊，要不然过几年我就跟不上你们了。哎，您这喝的是奶粉啊？不是，内蒙古咸奶茶，里面有炒米，特别香，尝尝。我尝尝啊。周队，法医报告出来了。汪宁生前服用过含有3唑仑成分的安眠药，胃里和血液里都还有残留，剂量不致命，但足以让他昏睡过去。哦，所以这凶手一开始的时候就能刺出整齐的4刀，从第5刀开始，他就应该醒了。接着他就开始挣扎，于是后面的刀口就越来越乱。这汪宁的病历里面没有提到过他有失眠症状，应该是有凶手给他强制塞了药。我在车上是怎么跟你说的？不能过早下定论。不是嘛？我们并没有在死者的口腔里发现强行灌药的痕迹。哎，有没有这种可能？他最近情绪不好，自己买药吃了？可能性不大。正常人服药之后不会把剩下的药都扔了吧？在死者家里没有发现装安眠药的瓶子，垃圾桶里也没有包装盒，一切能证明死者服药的证据都没有。骗服，把药磨成粉末放进水里，在受害人不知情的时候让他喝下去。很多发生在歌厅和夜总会的投毒或者下药的案子，都是这么干。可是汪宁的服药地点是在他自己家里，只有最亲近的人，才能轻易骗他喝下掺了药的水。我觉得挺荒唐的，周队长，非常荒唐。我爱人尸骨未寒，你们不去调查，不去抓捕凶手，你跑到我这儿来阴阳怪气、问东问西，你们什么意思啊？陈总，我希望你能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。周队长，我从来没有侧面回答过你的问题。我报案的那天，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。我早上7点半出门，我爱人还活着。中午开始，他的电话就打不通了。我拜托邻居去敲门，没有人开门。我着急回到家，人就走了。警察同志，我不想老回忆这些了，我挺难受的。陈总，你怎么能确定离开的时候他还活着？您这是什么问题啊，警察同志？那我请问您现在怎么确定我是不是活着呢？那您说我爱人活生生一个大活人，他在我面前，你让我怎么确认啊？你爱人前一天晚上是几点钟入睡的？12点左右吧。这有什么关系啊？陈总，我们检查时发现受害者体内含有安眠药的成分，而且剂量不小，这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正常失眠患者单次的服用剂量，足可以让他昏睡很长时间。你刚才说，您爱人12点就入睡了，7点多就醒了。啊，对，药效不行了，对吧？那还能说明什么呢？你对爱人服用安眠药这件事情不感到意外吗？
之前你在笔录中从来没有提到过他有健康状况上的问题。我不觉得失眠是健康。陈总，这是我律师，各位警官啊，有什么问题就和他谈啊。我还有几个会，我就不送各位了。这个陈淑萍也太嚣张了，还专门请个律师当发言人，他至于吗？如果他不是凶手，确实不至于。没错，他的态度已经显示出了很多问题了。王宁是在被刺了4刀之后，他才醒过来。如果他陈淑萍不是凶手的话，那在他离开家之前，汪宁应该是正在昏睡的，不可能站在他面前跟他说话。而且他听到安眠药的时候一点都不惊讶，这药明摆着就是他下的。陈淑萍的律师说的没错，我们怀疑他就得拿出证据。我们刚才的分析只是我们的推论，没有关键性证据，就无法对他进行指控。吴老，那咱们下一步，马阳提到过，他滑车的时候看到个人影，他吓了一跳就跑了。现在想想，这很可能就是来车库取车的陈淑萍。也许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看到了马阳的脚印儿，知道了马阳的鞋码。我之前一直认为现场的脚印儿受力不平均，深一脚浅一脚的是凶手的腿脚有问题，却忽略了另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凶手穿了一双比他的脚码数小的鞋。穿了小鞋，脚硬塞进去的，脚趾头就那么勾着，所以才会留下这样的脚印。这还只是推断，算不上证据。可那些关键性的证据，比如说凶器还有鞋，肯定早就已经被处理掉了。只要是犯罪，就会留下痕迹。回现场找，一定能找到。我马上申请对陈淑萍的全方位监控。跟上去，注意保持距离。是。师傅，周队那边查到陈淑萍在外面养了2个情妇，是一对亲姐妹。应该有4、5年了，还有一个2岁的私生子。走访的时候查到汪宁在案发前的半个月得知了这件事，还去情妇的小区里大闹了一场。小区保安看到汪宁对陈淑萍破口大骂，还扬言要毁了他的公司，让他身败名裂。动机有了。师傅，您稍微歇会儿吧。我买了肉包子，都是您爱吃的。待会儿再吃。我是真怕您眼睛吃不消，一盯就是盯1天，眼睛不会重影吗？怎么了，师傅？您真重影了？通知周队，马上派人来取证。这是枕头右下方70厘米处的一块血迹。你看，这是凶器吗？这是凶手先后2次把凶器放在了同一个地方形成的血印。按照之前的推论，凶手的前4刀之后，汪宁由于疼痛醒过来了，于是就开始挣扎呼救。凶手第1次放下刀就是这个时候。
根据法医判断，汪宁手腕有被2次捆绑的痕迹，应该是在被害过程中大力挣扎，导致绳子被挣脱，凶手只好放下刀，重新捆好绳子，这是第2次。如果只有一个印记，很容易就能看得出来，这是作案工具在现场留下的痕迹。是，但是刚好凶手2次都把凶器放在了同一位置，以至于印子重叠，不仔细看很难看出是凶器，所以以前都忽略了。它的轮廓是月牙形的，是一把弯刀，看上去确实不像是一般的匕首或者是水果刀。我大概模拟了这把刀的样子，根据血迹深浅的程度来看，这刀刃附近有一道血槽，刀柄的尺寸只能作为参考，希望能帮上忙。吴老啊，您可是帮了我们太大的忙了。哎，像这种特殊工艺的弯刀，市面上很少见，马上去查。是这样，我前几年呢去西北旅游，带回了一些纪念品，刚好赶上大学同学聚会嘛，我就把纪念品分了。这个刀当时有2把，1把就给了老陈。2把是一模一样吗？一模一样。你这刀开过刃了？我没开过刃，这刀买的时候他们就当场开刃了。我还记得我当时嘱咐过老陈，我说那个刀啊，千万别出鞘，免得划伤手。他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他划伤的可不是手。吴老，怎么样？陈淑平一口咬定，他那把刀2年前就丢了，肯定第一时间就处理掉了。可这么多证据都指向陈淑平，偏偏他的不在场证明这么完美，这根本不合理啊！哦，对了，邻居之前说早上听见汪宁说话的声音，如果真的是陈淑平干的，7点半的时候汪宁已经被害，那怎么可能？声音在，并不代表人活。邻居听到的是，我做了红烧鲫鱼，下班赶紧回来。案发当天的笔录反复确认过了，这母子俩都听到了这句话。如果是你师母，早上我去上班的时候，她会对我说：“晚上我做红烧鲫鱼，你下班早点回来，对不对？”对。可汪宁说的是，我做了红烧鲫鱼，就好像他早上已经做好了晚上要吃的菜一样。而且这后半句话也不对呀，不是早点回来，而是赶紧回来。那哪有人刚一出门就催着赶紧回来的？没错，这句话更像是丈夫快下班了，打电话催他回家的时候说的。而且，你们的勘查笔录明确地记着，现场根本没有做红烧鲫鱼的食材。所以，这是事先准备好的录音。来看。这儿一共是31盘磁带，可是家里没有找到1台录音机，或者是随身听，这是第一个反常的地方。另外，这磁带1套3盒，2、3都在，独缺了1，少了一盒磁带，又没有录音机。所以，我大胆地推测一下啊，汪宁是在案发的半个月前。发现了陈淑平出轨，还有个私生子的事情。他威胁要曝光陈淑平的秘密。陈淑平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起了杀心。首先是录音，我就是想跟你好好谈一谈。你已经半个月没回家了，陈淑平，你最好别逼我。你冷静一下行吗，老婆？冷静点。我今天晚上就回来，回来之后我跟你好好解释，可以吗？真的？你今晚就回来？对，今天咱俩好好聊聊，你想怎么样都行，我全听你的，可以吗？这还差不多。晚上炒俩菜吧，老婆。我有点想吃你炒的菜了。
就这时候能想起我的好，我做了红烧鲫鱼，下班赶紧回来。哎。之后是下药、行凶。结果推算，这时候是7点左右。随后他洗掉血迹，穿上准备好的42码运动鞋，在房中留下用于混淆视听的脚印。这一切都在半个小时之内快速完成。之后，他把凶器、血衣等证据放进包里出门，再制造汪宁仍然活着的假象。我做了红烧鲫鱼，下班赶紧回来。好的，老婆，辛苦了。哟，下班回来有好吃的了。再之后，他带着所有能证明他罪行的东西离开了现场。只要能把这些证据处理掉，他就彻底摆脱嫌疑了。如果他把证据扔进了河里，或者是直接销毁，那咱们真的就没法查了。这个人太狡猾了，刚杀完人就可以镇定地和邻居打招呼，还在公司开了一上午的会，居然没有一个人察觉还有什么异常。他是故意让自己身边时刻有人陪着，好证明他没有作案时间。他的包，他为了拥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，从早上离开家到中午回来报案，全程都和别人在一起，他根本没有机会单独行动。那么他那个装满证据的包，一整个上午都只能放在办公室。升级组长，是。怎么样？周队，再找。是。周队长，麻烦你怎么翻的？等一下帮我复原啊，谢谢。您这个一条道跑到黑这劲头，我真服。我提醒您一下，您说要是真有证据，我肯定早就扔了，对不对？我还能留在这儿啊？那你扔过吗？那您觉得呢？我还是这个话，周队长，找到证据随你们定罪，找不到证据，你给我这屋子拆了也没有用，啊。
陈总，听说过罗卡交换定律吗？啊？我不知道，差不多了吧？凡有接触，必留痕迹。通知法医取证。明白。陈树平，你涉嫌故意杀人。走吧。吴老，血液对比出来了。吴老，你看，这办公室里的血迹确实属于被害人王宁。另外，我们在陈淑萍情妇的家里找到了她多年以来职务侵占、行贿受贿的证据，还有大量赃款。他那2个情妇现在都已经交代了，说是汪宁就是想以此来要挟陈淑萍。那陈淑萍的公司年底就要上市了，所以陈淑萍才动了这个杀人灭口的心思。这跟咱们推断的差不多嘛。那肯定一样的。小李，回宾馆收拾东西。好嘞。哎，吴老，你这就要走啊？我的任务完成了，得回北京写报告去了。你来了这么长时间，一天都没休息过。明天正好是周6，我带你出去转转，就当是旅游啊。哎，对。别有了。我的工作完成了，你的工作刚开始。不，那不行，那不行！你看看咱们这个案件这么快能水落石出，不多亏了您呢。我们怎么着也得感谢一下，不能走，不能走，不能走。周队，您就别劝了，这老头倔得很，你可说不动他。李国，再叫一声老头，我听听。师傅，我错了，您最年轻了。不是问题。一点也不老啊！对，您一点也不老，一点都不老。哎，你看，这还能进步这个，你这还能进步。老吴啊，部领导对陈淑萍杀妻一案高度重视。这个案件呢，性质恶劣，侦破难度大，能在短时间成功告破，你是功不可没。这个案子能成功告破，进一步的体现出你在刑侦领域的专业性和重要性。你这个官话怎么越说起来就没完？你呀，太着急，组织程序还是要走的。好，你慢慢走吧。现正式返聘你重回公安部刑侦局工作，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，以公安部特邀刑侦专家的身份，继续奋斗在刑侦第一线。有年限吗？暂时没有，得看你的身体了。我现在一顿还能吃2斤肉，吃的也太多了，想当廉颇呀？有件事儿我得跟你说一声。返聘的工资只有300多，我这儿呢给你打个申请，提高待遇。不用，能让我留在局里不给钱我也干。不用打报告，咱不给组织添麻烦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你和曹姐这么大岁数了，儿子也不在身边，我们大家都希望你的日子过得好一点。没你说的那么紧吧？退休工资我用不完，我们俩又不花钱，局里那些小辈儿还隔3差5送奶送面的，日子过得好着呢。再说了，当了一辈子刑警，从干的那天开始，我就没想过歇。老吴啊，你怎么越老越磨叽？我说别的事儿。部里希望你啊，能兼顾一些
教学工作，啊，不光是工大，也去各地走走，给学生啊、年轻的警察讲讲课，传授一些经验。我现在出了这身膘，就剩经验了。没问题。师傅，咱们这次去内蒙古上课，您打算先回趟家，还是上完再回？回不了，不顺路。内蒙古大着呢。那也总比从北京去要近些吧？时间安排得紧，好不容易来一趟，我想多跟警校的孩子们讲讲。您这是看哪个案件资料呢？崇州余队发过来的，徐队让我帮着看看。持枪抢劫杀人案，我好像听过这个案子。凶手的代号叫做枪手，2次持枪抢劫杀人，1次都没抓到。确实。很复杂吗？复杂就复杂的太简单了。动作太快了，周边甚至找不到一个目击证人。现场除了脚印儿，没有任何其他线索。根据鞋码和鞋印的深浅，能大致推断出凶手的身高、体重，以及走路有明显的外八字，也就只能看出这些了。可这范围也太大了，这怎么找得到啊？余队那边只能用笨办法，以现场为中心，挨家挨户的走访调查。如果不赶紧抓到人，这个枪手很可能还会继续作案。吴老，哈哈哈，你怎么骑着马就过来了啊？哎呀，车抛锚来不及了，管牧民借的马。上课去，哎，帮我溜溜。好。然后他骑上马就跑，那速度比汽车都快。吴老都快70了，身体还是那么的矫健。我们这儿的学员啊，没几个能比得上他的。师哥，你是不知道，师傅他去年受了重伤，这尾椎骨折，哪能这样骑着马跑呀？他就是太倔了，谁都劝不住他。这不就是他的性格吗？不倔怎么破这么多大案啊？老师，吴老师身体有些不舒服，要不您去看一下？我们去看看吧。有点热，等会儿师哥拿体温计过来，再好好量一下。我没事，估计是骑马颠着旧伤口了。你快去上课去吧，帮我跟学生们道个歉。记住啊，每个环节都很重要，特别是拆弹的细节。我都记着呢。再说了，您不是还有 PPT 吗？我到时候照着念，肯定一个细节也不给您落下。小飞，小飞啊，你先去上课吧。吴老这儿啊，我看着。好，师傅，那我先去上课了。啊，讲不明白的给我来电话。知道了，您放心吧。吴老啊，我给您买了2盒止疼药啊，您要是觉得特别疼啊，就先吃2粒。好。哎呦，这2天降温，您穿的这身太单薄了，记着啊，下次出门把这个穿上。啊，你给我买的？哎呦，这是我之前买的，买大了，留着也穿不上，
啊，反倒觉得浪费。那我得给你钱啊！哎呀，真不用。你干嘛呢？啊？拿着。你不要我就不穿。我拿了啊，这就行了吧？就拿200啊？肯定不止，你别蒙我。你怎么越来越像个小孩了呢？啊，难怪小飞总说你倔。别听他的，这小子老说我坏话。这是2年前发生在虎乡的一起恶性爆炸案件，案发地点在一个人流聚集的广场花坛。这起案件广受关注，公安局全力开展调查侦破，却迟迟查不出头绪。因为地处公共区域，同时也很难推断出凶手的动机是出于报复还是无差别犯罪。吴老，这里就是爆炸点。我们在搜查现场的时候，发现爆炸的源头呢，其实就是饭店里用的那种小煤气罐。里面填充的是鞭炮里的火药，但是具体的引爆方式还没查出来。这附近这些建筑安装监控了吗？都查过了。虎乡从今年才开始普及监控设备，这个附近也只有那个商场装了一个，但是视角有限，拍不到花坛这边。哦，那筛吧。这网片吧。导线。你看，跟你同色没有？这活儿就是海底捞针。吴老，您休息吧。能筛出来的也就这些了。那能看出来什么？钨丝、导线、电池，还有洗衣机定时器的残片，基本可以确定，炸弹使用了定时装置，并非及时引爆。嫌疑人在爆炸的时候很可能不在现场。那我们马上重新划定一下嫌疑人的搜索范围。您看，快天黑了，要不我们收队回局里梳理一下，我给您做个汇报。哎，听汇报不如看现场管用。现在案子的线索连不起来，只能在这儿找答案。挖过地吗？爆炸源和定时装置都已经确认了，为什么还要挖地？得挖。好，来，大家都来帮忙，来。
肯定还有，继续挖。吴老，这些钢珠是炸弹里的。应该说，这才是炸弹的主体。嫌疑人的目的就是先引爆煤气罐，然后用爆炸的冲击波把这些钢珠急速地射出去，让杀伤力成倍的增长。但是现场没有。对，现场没有人因为钢珠受伤，那是因为这个人不懂得爆炸。你看，他能用生活用品制作出定时装置，而且做得很精密，说明他很懂电，可能干过电工类的行业。记下来。但是他只懂引爆，却不懂得爆炸的原理。是不是钢珠的位置不对？简单的说，爆炸的威力像一个球形，它以炸点为中心向外辐射，但是这个人他把所有的钢珠都放到了炸弹的下方，爆炸的冲击力就把这些钢珠全都钉到了土里。即便如此，这次爆炸也造成了大量的伤亡。如果他把钢珠放对了位置，那当时广场几十号人伤亡会更大。按吴老说的，重点排查从事电工相关职业的人，尤其是近期购买过大量钢珠的可疑人员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谁听得花落的声息？谁挽留海带走沙砾？谁会在风和日丽的这一刻看见你穿进风雨？去远听晴天的雷鸣，一环的长路的清醒。毕竟这一生本就不违背世界留名，平凡也不行。从那些没有呼喊的孤独里，拼尽全力无尽专心，去那些没有灯火的黑暗里，默默点燃自己。为那些素未谋面千万个你，要忘记我的名。哪怕不知远路各有轨迹，哪怕不被铭记，来了又去。不知远路各有轨迹，哪怕